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像你一样。方律，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，他还是良诚所的律师，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良诚所的名义接受的委托。准确的说，这是他的职务行为。要当被告，陈硕不是唯一被告，良诚所也同样是被告。我觉得这个时候，良诚所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，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。非常抱歉，陈硕现在已经不是良诚所的律师了，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怨谁？怨良诚所吗？我们爱莫能助。也就是说，良诚所不会再管了。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和良诚所有什么关系啊，英子？方律师，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：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。方瑞，留一下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？在这个律所，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。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，我身后是一个所。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，他们需要吃饭，需要养家糊口。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，而万和案几乎是良诚所的全部身家。你告诉姑姑，我应该怎么选？多可悲呀！我可悲？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、法律人的坚守，为什么到了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？万和良诚所能赚5000万，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？啊！我一向崇拜您，发现我看错了，你跟其他人一样，尘世里的随波逐流而已。我不怪您，是我怜悯您。走了。方瑞，哎，没事吧？哎，对，罗律师，我突然想起个事儿，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就这个案子做一次研讨会，让专家们分析分析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，出一份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。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，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，专家的事你交给我，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。至于意见，罗律师，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，你害怕在法庭上跟专家们的意见抗衡吗？我不怕。行，那你先去试试吧。谢谢。好。夏叔，夏叔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新城的钱打过来了。啊，打过来了，算上滞纳金1分都不差。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？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？他哪有钱给你啊？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？真搞不懂你们。那行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，你给你们家打过去，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，别让你妈着急。好，谢谢姐。没事儿。
爸，您成天和姑姑讨论法律人的立场，我不要求您偏袒我师傅，您能不能出面，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，做出你们独立判断就行。你姑姑怎么说啊？他只权衡利弊。爸，我希望您不这样。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，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，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。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，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。哎，爸，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。您还愿意出面吗？这样吧，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，我再仔细的看一看。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，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。太好了，爸，谢谢您吧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啊，小雷，你小子这态度怎么样？要是你大伯来了，哎，小雷啊，杨总、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，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。他说会有派律师来投票。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，最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我看你还是先走吧，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。大伯，这话说早了。这孩子从小就嘴犟。小雷，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？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，大人的事儿少参与。我给你大伯保证，养你一辈子，考虑考虑。老赵，开始吧。哎，好，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，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。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，我们将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结果。好，各位股东可以按顺序投票了。不好意思，还没开始投票吧？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各位股东们，各位高管们好，我叫夏舒，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。夏律师啊，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？放心吧，郝玉国先生，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。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。辛苦你了啊，请坐。好，那咱们投票开始。为什么是你？我死我认命，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捅死的？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。行，明白。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，我遵守诺言。我去劝一下大伯，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。行，那就谢谢郝总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夏叔，
董事会结束之后，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。我是想对你说，这段时间，小磊，小磊，我明了，我明了，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。怎么可能？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？是啊，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，可是不知道为……夏律师，是不是你？郝总，我说了，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。张兰姐虽然出国了，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。哎呀，夏律师，太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我代表我们星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，你可是我们集团的救命恩人。咱们的股份加上张兰的2%，应该是绝对领先的。有阴谋，这里面有阴谋，肯定有阴谋。小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夏律师。郝总，这是他现在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。好，好，走走，走走走，小磊，走走，小磊，走。夏律师，谢谢啊。老郑爷啊，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？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，你应该高兴啊，怎么还进来帮我？哼，嗨，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？赚谁的钱不是赚呀，所以我也想当一回钱赚的。你在里面还挺好吧？好啊，你担心我啊？哎，二位啊，咱先聊正事儿吧，这叙旧的话出去再说呗。陈硕无罪是吧？当然了，你来的话还是有罪，那要你干嘛？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，我也会按照无罪辩，只是有2个地方。哪2个地方？第一点呢，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，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。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名山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，但是合同里边呢，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的特别明确了。同时还约定了，在每一笔回款当中，律师都可以按比例得到分配。所以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钱支配出去了，这有什么问题？那第2个就是关于那个共管账户，共管账户也没问题吧？所有的手续还有文件全都合法合规。这个虽然是在双方的意愿下建立的账户，但是1级、2级的优盾权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。那他们当时没好好看文件，就在那儿咔咔就多盖了2个章，小怪怪他们自己吧。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陈硕就是陈硕哈。对了，你那个小徒弟方瑞，他这2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，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个研讨会。孩子，实在孩子。罗阳子啊，拜托你一件事啊，看我现在这样，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，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如果方瑞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拿了从业资格证，让他进你们印花所好吗？拜托了。你给个话行不行啊？胡说八道，谁的徒弟谁带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研讨会开完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，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。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，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。啊！我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，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，我就特别的安心。
民事活动中的罪与非罪，首先要看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违法性，再考虑刑法的迁移性。本案中呢，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，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，悍然违约，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。我是坚决的反对利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，这是对民事法律事宜下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无情践踏。我特别想指出的是，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，明明是经济纠纷，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。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。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，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的目的。其实，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，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多角度综合论证。我强调一下，这个侵占罪之保护法。许律师，什么事儿？你在哪里？事情没做完，为什么离开？我有事情找你。你先过来一趟。徐老师，给您带个麦。我和记者都沟通好了，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。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，许律师。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？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相信法律。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。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，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，那还有什么法治可言？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也辛苦你们了。许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进来吧。坐。站着说就行。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？已经代理了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团队的成员，这存在利益冲突。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新案上的合作，而鼎新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，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。错，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，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，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。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，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，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。债权人会议没通过，这个案子就没结束。好，那我们所退出。你们现在要退出吗？是。如果现在退出，代理费你们1分都拿不到。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。你等一下，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。魏秋华，夏叔在吗？在呢。你稍等，我叫他。夏叔，等会儿一下。杨老板，你先看啊，我过去一下。他过来了，你说。秋华，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。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。我在许卓律师这里。好。打开了。罗姐，我在呢。秋华，夏叔，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，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，如果我必须代理，那只能退出鼎新的律师团队。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，所以代理费我们1分都拿不到，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。那如果退出的话，你们同意吗？退出就退出吧，不给钱就不给钱吧。夏叔呢？1分钱都不给啊！哎，行，你俩都同意了，我能不同意吗？我过去了。好，那我挂了。哎，英子，慢着。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，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。从即刻起，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。听见了吧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，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这个案子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如果没有我们，你也得不到这个案子。
你许卓什么都不是。解除合作协议，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，协议就生效了。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，服了。还得是你啊，徐老师。英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和陈硕不一样，他是肯定要进去的，你愿意为他而牺牲你自己吗？还是你觉得以后在法庭上我会对你手下留情？罗英子，有你在我就安心，很安心。你们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，那头都快气炸了。哎呀，几百万买一痛快，真贵呀！哎，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。一点都不贵，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，值了。你们真的不怪我呀？谢谢你们啊，我都快哭了。哦，别，您这演偶像剧呢。哎，英子，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？签了呀。哎，还说呢，都不用我起草，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，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。这徐小人。那协议呢？给我看看。哦。行吧。完了！什么完了？怎么就完了？为什么完了呀？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？这不上面都体现了吗？没毛病啊，都哪儿呢？要吓死我了！哎，而且我跟你说特逗，就你说的这个，都不是我让他贴上去的，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。这徐小人，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。完了。不是你怎么也完了？我刚收到一邮件，是咱们委托那个加乐德公司发过来的。说什么了？这邮件上说，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，然后正往中国运呢。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，马上就让停下了，现在在公海上飘着呢。他们调查，这一船贵金属3个亿美金。这消息确定吗？他们办事很靠谱的，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。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，所以我们不代理顶新了。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，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没跟鼎新签过合同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自己花钱买的消息告知他们。完喽！完喽！是真完喽！赵警官，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？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？徐律师，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，结果是一致的，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，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。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，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。我们也是依法办案，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。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，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。现在讲法律了。当年我那2起案子，怎么没人讲法律啊？徐律师，如果不讲法律的话，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到底是刑事案件
还是民事纠纷？孙总啊，您先喝点水。哎呦，谢谢。孙总，哎呦，徐老师徐啊，哎，您好。你好，坐。哎，好。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。是撤了。我没想到对方能量还这么大，所以找你们来商量一下。许律啊，依我看，撤就撤了吧。本来呢，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里去，就是为了争口气，把这高的离谱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。现在呢，不打刑事了也好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，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，别再漫天要价就行了吧。您的策略我也理解，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，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，逼着他们呢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，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，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。可是我实在是觉得，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，名声实在是不好听。你就这点出息啊？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？先前出卖陈硕，现在要出卖我，这从何说起啊？我还没要撤呢，你们想撤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，哪怕是2次被人打到牢里，我也没输过，这次也不能输。这个案子必须按刑事打。可是公安已经撤了，撤的是刑事案件，没人让我们撤自诉。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，我们向法院控告陈硕侵占罪，一定要把他打进去，让他接受教训，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。孙总，你把案子委托给我，就一切听我的，好吗？那好吧。秀华，哎，英子，都准备好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那走了啊。哎，陈硕他毕竟进去了，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。放心吧，不打。啊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就在10分钟之前，许卓已经代理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。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，他是不会上班干休的。你这消息保真吗？谁跟你说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。那个张律师，有你的呀，夏叔啊！哎，那我真得走了。好，走了，路上慢点。哎，夏叔，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？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？就那时候。可以啊，我跟罗云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，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。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。不是，你说也真是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啊？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，多伤心啊！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傅对罗律师有意思？还用看？那都写在脸上了。你要我说，师傅确实也太惨了啊！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？哦。那罗律师都给师傅拿捏的死了。你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，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。头2年光玩了，谈2段恋爱，总结出来。哎，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俩得来。你们没受苦啊？受什么苦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出来反而不习惯了。快打一打，打一打！不是这什么呀？这是柚子叶啊，柚子叶啊。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什么，让我画一张，画一张。去晦气去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就我俩来了，罗律师没来。谁问他了？我是怕有人报复，我得提高警惕。走，上车。走。主角都是压轴出
哥们儿有点魅力吧？太有魅力。哟，拿着花儿呢。去了。来，超市买鸡蛋送的，家里也没电饭锅，便宜你了。买的金鸡蛋，人还送花儿。罗律师，哎，陈硕交给你了啊，我跟方瑞上车等着，我们先走了。那个水吕、小芳，正好我有件事儿，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。2份协议看好了，签一下，那里面的不算数，这才是正式的。代理协议啊？嗯。100万。哎，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，我还欠他干嘛？没用，拿回去。公安机关是撤案了，许卓那边的刑事自诉还在法院里面。你要是现在不签，将来反悔了，那就不是这价了。100万不多，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。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。都是朋友啊，这，哎，50万行不行？80万，没笔啊，怎么签呢？去吧去吧去吧，我就是背得下降头，卤水点豆腐。记着啊，你欠我100万。现在呢，跟我回趟我们所里。好，我来坐你车，不用再加钱了吧，债主？这回就陪你一回吧，免费。啊。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？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？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？啊，嗨，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？我想的话，那100万不白花了。陈叔，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？我问你，之前都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？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，大船沉了，你第一个先溜。你这回怎么了？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？失灵了？还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，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计进去了？我这么做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？因为我什么呀？你说清楚了。因为你喜欢裴多菲，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，我想硬气一次，明白了吗？下车了，下车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好的呢。问你呢，怎么了？陈武良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不是我让你关心是吧？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没事，打过去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现在你还倒打一耙，你怪上我了。你这话说出去听听，你对得起谁呀你？你什么呀？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贫了？变哑巴了？我就应该不管你，让你在里面关一辈子。言而已。罗英子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你别再骗自己了。陈无良，你别得寸进尺啊你！还有，以后你少跟我提那裴多菲。
走吧。好的，等等啊，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，就是喜欢。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，挣脱着风和雨情和意的诉说，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，一点微波会让它穿透那一片爱心的厚重的云朵，回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，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，在我们的天空永远为我守候。玩够了吧？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，郝总，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，总不会还失眠吧？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？这样，我把新城未来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，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？我才不信，又给我挖坑。我才不给你挖坑呢！合同你起草，一个字我都不改。这可是3年啊，合同我来起草。哎，这要是真的，别说睡沙发了，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。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。不行，口说无凭，我录音，你再说一遍。夏叔，我喜欢你。不是说这个，你好好说。夏叔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不对，你应该说郝磊把星辰矿业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树律师。夏树律师，跟我谈恋爱吧。你到底说不说？你先答应我再说。郝总，你这是敲诈，是勒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乐意就好。骗子！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，3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。这不都是为了郝总你吗？你的仇了。郝磊，84万外加差旅费，你给不给？不给，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。滚！姐不伺候了。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？当个股东不行吗？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。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，我也必须得做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。回来了。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。早吗？不都9点了还早？都9点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一忙活都忙了时间了。哎呀，
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饿不饿？我给你下碗面去。不用了，单位吃过了。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。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忙啊？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？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。以前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现在呢，手底有几个兵，你总共你得管的。你们科总共有几个兵啊？你数数我听听。有几个也有人管的。哎呀，老婆，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。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，哎呀，你看吧，哎，都要工作了。你说我听着呢，小魏怎么了？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他不曾提起，雨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轻语之间，它来去不语。我习以为常的宁静，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。那